这是萧炎第一次听说位面也分等级，原来斗气大陆属于高级位面。书接上回，时间回到数十年前，大千世界西天之界，这个庞大的地域囊括了上万大陆，其中以力神族、血神族、洛神族和风神族四大神族为首。在这四大神族之一洛神族的领地中，有一块靠近洛神中心大陆的地方。此时，无数人正用惊异的目光望向高空，因为在那里，一道漆黑的裂缝正缓缓撕裂开来。短短几息之间，就形成了一道近万丈的巨大裂缝。只见一个身穿黑袍、背负巨齿的青年从中踏步而出。萧炎的目光扫视着四周，突然他的瞳孔猛然收缩，慢慢抬起手掌，只见掌心聚集起了一团赤红色的斗气，似乎正悄悄地逃离他的控制，逐渐转化为另一种能量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好！见此，萧炎的脸色猛地一变，身形一动，便向遥远的天际急速飞去，瞬间消失在了众人视线中。他想在斗气完全失控之前，找个无人之地查明体内失控的原因。斗气作为自己最强悍的手段，一旦失去萧炎，恐怕要沦为半个废人。此刻，一道身影以一种穿梭虚空的速度飞过天际。萧炎神情凝重地观察着这个世界的一切，内心充满了震惊。按照他的速度，即使是广阔的斗气大陆也能在半小时内跨越，而现在这个新的世界似乎更加辽阔，因为以这样的速度飞行了近一天，期间跨越的距离似乎还仅是这个世界的一角，快撑不住了。萧炎感受着体内那越发混乱的斗气，似乎正在转化为一种奇异的能量，这种能量具有灵性一般，远比斗气大陆上修炼的斗气要强大许多。更可怕的是，体内的斗气在转化为灵性能量后，开始逃离他的控制。萧炎尝试炼化这些能量，却发现极为困难。突然，他的视野中出现了一座高达10万丈大的山峰。与此同时，在数千万里外一片陆地上，一老者突然感觉到了什么一般，心神一动，那双满是岁月痕迹的眼睛缓缓转向了远方的天际。有人正接近洛神山。话音刚落，老者整个人便瞬间消失不见。在高达10万丈的巍峨山峰之上，有一片广阔的广场，广场中心立着一根巨大石柱。此时，萧炎盘坐在阵法之上，他的状况看起来非常不佳。该死！这些能量竟然这么难以吸收，难道我数十年的修炼就要付诸东流吗？萧炎心中喃喃道。斗气大陆数十年闯荡，让得他的心性异常坚毅，即使面对当前的困境，也是未曾慌乱。只见一道冷白色的火焰在萧炎手中升起，正是古灵冷火。接着，一道道不同颜色的火焰也是随之升腾。短短一瞬间，22朵火焰已围绕着萧炎。此刻他已经没有多少斗气力量可以保护自己了，仅剩的手段便是这些异火。若是这时遭人袭击，萧炎唯一的选择就是引爆异火了。你这小家伙是何人啊？不会是要炸了我这洛神护族大阵吧？一道苍老的声音突然传来，萧炎猛地回头，只见数丈外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位手持拐杖的老人，后者目光在他身上扫视了一番，随后笑道：“原来你是从下位面来的呀。”闻言，萧炎微微一愣，这还是他第一次听说下位面这个词。老前辈您好，在下只是路过此地，因体内出现了些状况，方才借你此地稍作停留。萧炎急忙回应道：“这人能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接近自己，实力定然非凡。呵呵，这个我知道，你们这些从下位面来的人都会这样的。但你能将那力量排出体外，确实让我感到惊讶。”老人望着四周的赤红能量，开口道。听了此话，萧炎心想，或许这应该与异火有关，是这些异火帮他排出了失控的力量。老前辈，您刚才提到的我们这些人，是指还有很多像我这样从其他世界来的人吗？萧炎问道。老人笑着说：“难道你以为下位面指的是你所谓的那个位面吗？其实像你所在的那种位面，在下位面中是有无数的，不过却分为低、中、高和超级之分。位面越高级，也就越稀少，而突破那个位面至古而来的人也会更强。像你现在的实力，应该是在高级位面里才能诞生。”听得这番话，萧炎突然想起在位面隧道遇到的那位青年，他的气息与自己相仿，显然也是来自某个高级位面。老前辈，不知其他人面对这种情况时通常是如何应对的？萧炎回过神来，继续问道。老人缓步走到他身边，微笑着将手掌轻搭在其肩上。突然，一股奇异的力量波动流入了萧炎体内，使得他那原本紊乱的丹田逐渐平静了下来。嗡！一道声音传出，萧炎清晰地感受到体内残留的斗气，在这一刻更快地转化成了灵性能量。这是灵力，灵力！萧炎显然也是首次听说，看来这世界存在一种与斗气相似却更强的修炼能量，即老人所言的灵力。旋即问道：“老前辈能够帮我完成同化吗？”闻言，老人缓缓走到萧炎身后，极为和蔼的道：“看来今日你我缘分不浅，你这灵力同化，老夫就来助你完成吧。再不弄，那些被你释放出来的灵力马上就要全部逃逸。”话音落下，他右手缓缓抬起，一股玄奥力量顿时从其手掌涌入萧炎体内。准备好了吗？用相同修炼之法，但运转方向要完全相反。接下来，我要将这方圆千里之内的灵力全部引过来，到时候能够吸收多少，就看你的造化了。听得此话，萧炎的脸上顿时有着狂喜之意浮现，当下便是深深吸了口气，稳定住心神。见状，老人袖袍一挥，只见天地间的灵力瞬间在此刻暴动起来。来了！老人的喝声响起，这片天地浩瀚的灵力仿佛被牵引一般，开始疯狂地向洛神山顶汇聚。记住，这种能量虽然陌生，但你不能排斥或驱赶它。
现在你要做的就是将这些灵力当作斗气，采用完全相反的运转方向来吞噬炼化。老人望着那铺天盖地涌向萧炎的灵力，旋即身形缓缓升至高空，说道：“老夫就不在此久留了，只有一请，那就是炼化完这些灵力后，你尽快离开洛神山。”晚辈萧炎还未得知老前辈名号。就在这时，萧炎的声音从下方传来，老人闻言也是点了点头，身形缓缓融入虚空，逐渐消散在天地间，只留下了一句淡淡的笑声：“老夫若天神，